交易跟投資在股市裡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，但想要在有限的時間內賺到超額報酬，只有交易者思維可以做到。交易者不是短線客，是整體性的系統思考人。你聽，你看，你感受，有一天你就懂了。我覺得有一件事很神奇可以談，就是說，有一陣子在很久以前，我有跟一些前輩，我們有每天交易完，他會看那個交易記錄，我會丟給他嘛。交易得很好，你知道為什麼？因為我從一個很想賺錢的人，變成我想要得到這個前輩的肯定，因為他不會因為我賺錢賠錢在看事情。看你們做對的事情，对，那我就發現了奇怪了。當我把目標成為做對的事情的人的時候，我看起來很帥，因為這個交易是那個看起來是很帥的交易記錄。如果你丟出去是一個很慌亂的，但是有賺錢的，就是那個一看就是不行的，你不想成為那樣子。所以其實你應該是回到那個狀態，我覺得對交易是有幫助的。大家可以。要找一個人記對賬單的，我覺得如果有這樣的群體，然後大家可以互相分享是不錯。但你是真的要把你的這個醜陋的一面拉出來，因為那時候是很掙扎的，很掙扎的。你需要的是你主動去記的，不是。當時我們的討論有一個氛圍啦，就是那時候願意，而且大家都互相。那陣子我們有幾個比較好的交易者，會去做這件事情，做了之後。大家會吐槽自己，我們第一件事是先吐槽自己哪邊沒做好，所以你唯一想要呈現的就是，你看我今天沒有什麼好吐槽的，而不是賺錢賠錢，對，那個氛圍底下是這樣子。OK， 你看現在的氛圍就你 po 出來的時候，我今天做得很棒，然後那個賬單我今天做得很棒啊，賬單然後負3000這樣我真的覺得我是一個交易者今天又做對了什麼事情，現在沒有人會管你這件事，你只有賺錢才叫做對的事情。但是數字會說話這件事情，好像某方面聽起來又好像是對的。如果你一直在賠錢，或是一段時間在賠錢，好像就是你 something wrong。对，你覺得呢？我覺得2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我去談巴菲特他的伯克夏年會，有一年他被人家質疑說，你的股票全部都比黃金的漲幅還要小，我為什麼要買你伯克夏股票？巴菲特說：是啊，這今年我的績效是輸黃金。可是如果你拉長時間看，我們伯克夏股票的漲幅是贏黃金很多，所以首先你需要給自己一段時間去看這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，我建議是你要回歸你設定的這個漁網，你是不是完整的執行？而且你完整的執行在這段時間，如果全部都是賠錢，但這漁網本來就是不對的漁網。包含你的進場的目標是什麼？我進場就想要賺1000倍。我可想而知，你放了30年也不會發生。可能不會啦，可能會啦。比特幣就發生了嘛。那你設定的是5倍，那你的漁網怎麼設計的？好，那越大的倍數，你要越打造的過程中你要合理，我覺得這樣就 OK。OK。你當時大概是在什麼時候？可能現在有點遠了，但你什麼時候真的感覺自己好像控制住那個情緒？我覺得控制住情緒真的是一個不好的事情。應該是說，我早期在做的時候就是去用控制的，那我覺得沒有想通原理，然後不接受不確定性，就股票就是很難講，它就是很難掌握的事情，你接受了，你那個情緒就不是用控制的。OK， 好像要一點時間。我認為，我們就算看我們現在訪談的人，我也不想期待他看完訪談就接受，因為每個人都需要過程。对啊，他一定要那個過程。那我唯一能夠建議的是，如果真的想要超額報酬，你可不可以給自己一場很巨大的交易實驗？你從現在開始，你可以做的就是，我要翻身，我想要成為這個交易者，我覺得每個人都可以成為，我也相信這件事情。
那我們可不可以做一個半年以上的實驗？我試着做一件事情，好像種花，你一直澆水，花頭什麼時候出來不知道，你就幫我澆花澆半年，你去感受這件事情。那這個實驗會讓你體會很多事情。但你不能是我要翻身，所以我現在要翻身，這就不是實驗了。現在急着要發生，我那個水太多了，花就死掉了。對，你要按部就班，不一定会有成果，不一定馬上有成果。对，那這個也可以穩定情緒。OK， 那你記得你最近一筆可能情緒比較大一點的交易嗎？你現在沒有了，離很遠哦。我也不知道，没有什麼，沒有情。我覺得4月8號，我有感覺到這個市場非常的恐懼。哦，你有感受到市場恐懼？我已經很久但是你不这種感覺，就是我覺得好像這次關稅好像真的有點嚴重，然後我的大腦會有個神經回路是就是現在，先不要管其他事情了，這感覺就對了。因為上一次這種感覺來的時候，好像是2020的3月份的時候，對，然後又讓我想起我以前在那個券商 VIP 室，我每次想要逃難的時候就起漲，比較是這種進場前我感覺到這個市場的恐懼，壓迫到連我身上都有感覺說那絕對是不得了了。那進場後我沒有情緒了，就剩執行面的東西。因為就放任運氣跑啊，運氣我的網子就在那裡了，這個網子你也不可以去修改它，有就有，沒有就沒有。那你還有什麼東西是跟股市類似一樣的概念，然後去運用的領域嗎？礦機，不動產、土地嘛，你說手錶、精品啊，好是你說超跑，或者是酒。那因為我是研究交易的人，我對於所有價格會波動的東西，對我來講很珍貴。因為第一個，你選股，如果你要選到百倍股，我覺得我本質上是非常喜歡了解怎麼選股。然後我怎麼去執行這件事情，在安全情況下呢？就是先一點點，他如果真的有賺，我就再加，我就是 raise，完全無腦，因為我都不是這些領域的專家。但是選股的邏輯很簡單，要麼改變現狀，要麼獨佔市場。然後它有一些各方面的，所以其實我在買這些東西的時候，我也看這些數據，我看它有沒有往上走，我才不管它是不是炒作。它就是炒作又怎樣？它不是炒作也沒有，反正我就設好我的框。它是炒作，我最後就是沒賺或賠一點。我進場前都已經想好我會賠錢哦，我每一次都覺得我會賠錢，每一次。那我很開心，我把我的思想在每一個領域都是這樣落實的，而且不照進，因為我一定要看對下大抱住，然後不賺就算了。然後我覺得每個領域可以給我很多靈感，為什麼這個東西會一直噴出？我覺得我對這個社會了解也回來選股，我會很有收穫。反而是選股，我在接觸這些領域的時候，你也會發現所謂的這些領域的，不管是專家還是藏家，他們的思想，第一個我會聽他們的思想，第二個他們其實也沒有比較聰明，所以你可以給自己更放心的一些事情，然後你會發現他們有運氣，這每一件事情都包含在裡面。我覺得實在太有趣了，他們也是運氣啊。誰知道要收 Apas One 那個紅酒？當年誰知道？他也是不小心的，然後他也是一個買，就是大家都是這樣啊，沒有什麼不看運氣的事情啊。所以只是不同商品而已。不同商品，一個是股市，一個只是換到其他的價格波動。有價格波動的商品都可以。股市是純粹的金融化，它就是商品化的東西，它有金融槓桿屬性，金融屬性，然後其他東西它有一邊可以用的屬性，加上金融屬性。可是我發現這世界上所有會漲的東西，它都跟它的實用屬性無關，都無關，都是說故事，然後有 Cherry， 就是它還有軌跡，然後它說得出一套好故事，這個故事大家聽得懂，那它有獨佔性。那在奢侈品方面，它一定代表某些人的身份地位的符號。那股票市場也是，它有它的符號嘛，
我覺得道理共，我自己是喜歡這個過程哦。你現在有那個正在10倍股的建倉期？沒有建倉期，早就已經因為4月多了，對啊，但因為它現在還沒有很好的回檔 ，on the way， 對，它現在沒有很好的回檔，所以慢慢加。其實現在心態真的有點太鬆到我不知道該說什麼。哦，反正也不急着，也不急着加這樣。對，甚至很看機會，比如說現在鎖定的會比較像是，如果它真的又出現一個真的很激烈的回檔，我知道我那時候會下到多少。以前的建倉期加碼期是上去，你還有所謂被迫加碼嘛？那被迫加碼是一種攻擊，但生活是忙碌的，對，是忙碌的。那其實最被動就是現在的漁網是全部是看回檔的，那這個真的蠻輕鬆的，而且我覺得是它好像可以融合在你的生活的一個實踐。因為我們現在有在做這些項目，對，我希望的是交易不可以影響到這個項目，交易比較是，其實我覺得它反而是超級不重要的一件事情才對。我是希望打造這樣的一個交易系統，是一個超級無腦，然後不需要照顧的交易，這樣的心態才對。我甚至希望我大部分的時間都不是在做這件事情，以這個基礎去獲利，這個是我現在正在建造交易系統。每個階段人應該是不一樣，可以等的時間變多了啦，真的長很多。對，不急的時間也變多了。是，其實一般人也很適合啦，我覺得是適合的，因為又不是大部分人都還有自己的工作嘛，所以你把那塊剛剛說的那個交易的這塊，其實想清楚就放在那邊就對了，對啊，只是大部分還想不清楚而已。其實想清楚的時間前面多花一點，之後就放在那裡。那該來的時候做該做的事情，好像就這樣而已。對，我覺得一般人最適合的策略就是把你的每個項目，比如說家庭啊、健康啊，或你的興趣啊，你應該是平均分配時間去照顧這個每一件事情。然後交易也是一件事情。那他就是，但是很多人是沒有辦法，因為要就交易很專心，要就照顧這個，然後這個是漏掉了。但是這個只是需要提醒自己啊，這每一項都是我們的財富嘛。你的狀況不是只有金錢啊，不是只有金錢，你要照顧你每一項，讓你的人生是品質好的。然後交易也不要忘了，不要顧了這個，然後少那個。我覺得這樣子就 OK，時候到就會來，應該是最輕鬆的事情。對，你剛剛說對了，不管是誰都應該把它放比較小的比例啊。對。我覺得應該是這樣。OK。交易者，因為他叫 think like trader 嘛，交易者到底怎麼想？那從思維層到策略層到執行層，這就是一個交易者會做的，每個階段都在做的事情。如果不是一個交易者的話，或許他連這樣的系統，這樣子來看待股市投資這件事情都沒有。存到一筆錢就放進去開始投資，那問題就一堆了嘛。對，問題就一堆，所以問題就是從這裡出來的。那你今天如果來看這些東西的話，你應該是知道說原來這個遊戲是要這樣子玩。應該說這是由你來定的一個遊戲，是完全不一樣的。你應該去看看，誰玩這個遊戲玩得比較順的那些人，他到底怎麼定自己的規則，怎麼樣去想事情，這樣子才對，你才能模仿出來你自己的一條路嘛。我覺得這樣說完，其實股市是我們這個時代大家都不喜歡公版，大家想要個性化。是啊，我覺得股票市場是一個徹底你能不能個性化的一個世界。你能夠個性化就會成功，在股票市場才是這樣子。我甚至可以比較極端的說，交易者90%輸贏的曲線是在內在的部分，90%以上哦，因為技術《金融怪傑》那本書，你可以看到有30-40種技術都可以賺錢。可是如果你的內在不對，這30-40種技術壓着你學，還是賠錢嗎？為什麼我做的東西我可以這樣做，我講出來給人家聽，我們這樣執行，就大家還是很困難？
這百年難題，為什麼聽起來股票市場好像說用教的是詐騙？為什麼？我其實覺得，因為它是很個性化的事情，是，所以我們應該要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。這個是我覺得大家一定要做的事情，然後做好就一定會賺錢的東西。